2015年8月1日，河北农村小伙郑立业娶了一个印尼美女文丽娜为妻。婚后，文丽娜来到中国河北农村定居，并且先后为郑立业生育了2个儿子。如今，距离他们结婚已经过去11年了，他们的婚姻还幸福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南风，本期让我们看看他们的故事。1989年11月11日，郑立业出生于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苏家庄镇下辖的一个农村家庭里。他家世世代代都靠种地为生。父亲和母亲结婚后，先后生育了2个女儿和1个儿子。作为家中老三，郑立业从小还是深受家人的疼爱，但这也改变不了郑立业坎坷的命运。1994年冬天，郑立业坐在地上玩耍，母亲提着一壶开水从儿子头上经过，突然郑立业起身了，开水壶直接被打翻。郑立业后背、肩膀、手臂、手指都被不同程度烫伤，当时在医院整整住院了1个月，疼痛或许是暂时的，但是伤疤却是永恒的。这在后来也成为了郑立业最自卑的一件事儿。因为受伤的原因，郑立业8岁才上1年级。上学后，他的学习成绩也很一般，平时又因为体质太弱，经常感冒发烧，扁桃体腺样体肥大。10岁时，为了根治扁桃体的问题，父亲带着他到县医院做了手术，加上恢复又耽误了1年时间。在整个小学期间，郑立业就留级2次，所以当他小学毕业时已经16岁了，便直接辍学了。辍学后，郑立业又进入村子旁边的电缆厂里打工，从事的是搬运工。转眼到了2015年，此时郑立业已经25岁了。在农村这个年龄还没娶媳妇儿，一般都会被人说成打光棍儿。郑立业的家人们都非常着急，到底该到哪里给郑立业找个媳妇儿呢？2015年3月1日，郑立业的父亲从香港转机来到了印尼首都雅加达，之后他们又坐大巴车来到了印尼加里曼丹省山口洋市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一生挚爱文丽娜。1995年5月19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省山口洋市下辖的一个农村家庭里，父母都是华人。文丽娜的太爷爷是广东人，因为种种原因搬到印尼生活。文丽娜排行老6，有4个哥哥、1个姐姐、1个弟弟和2个妹妹。文丽娜初中毕业后就不上学了，因为家庭贫困，她必须早早出来赚钱，供养弟弟妹妹们读书。刚出社会，文丽娜在山口洋市的一家面店里工作，做了几年厨师后，文丽娜听闻马来西亚的工资高，所以在2014年时，他又跑到了马来西亚工作，在这里他每个月能拿到接近6000元人民币的薪水。2014年年底，文丽娜回到老家过年。2015年3月15日这天中午，文丽娜骑着摩托车带着闺蜜来到了郑立业所在的饭店里。此时，文丽娜打算将闺蜜介绍给郑立业，谁知郑立业居然盯着文丽娜看了很久，文丽娜一时之间很害羞。郑立业觉得文丽娜和一般的印尼女孩不一样，她皮肤不算太黑，个子也很高，牙齿非常白，所以郑立业算是一见钟情。但是他要相亲的是文丽娜的闺蜜呀。相亲过程中，郑立业心不在焉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仅仅半个小时后就匆匆结束了相亲。2015年3月16日一大早，郑立业和父亲带了一些水果礼物来到了文丽娜的家中，他们直接找到文丽娜的父亲，说明了来意。文丽娜看到郑立业还有印象，她并不讨厌这个中国小伙，反而觉得这个小伙看起来很斯文，而且也很帅，所以她决定和郑立业接触一段时间，再决定要不要嫁给郑立业。就这样，郑立业父亲乘坐飞机回到了中国，而郑立业则住进了山口洋市的酒店里。那段时间里，他们每天都约会，一起去海边，一起吃饭，一起散步。接触过程中，文丽娜发现郑立业很老实，很腼腆，也很稳重，从来没有过逾越的行为，也没有主动拉过文丽娜的手。文丽娜觉得这个中国小伙值得托付，但是在相处过程中，文丽娜看到了郑立业手臂上的伤疤。那时候她很好奇，这个男孩不会有什么疾病吧？终于有一天，文丽娜开口问了郑立业，郑立业只能如实回答，自己身上的伤疤是烫伤的，而且后背都是。因为这个，他很自卑，所以迟迟找不到对象。文丽娜听后觉得这没什么，不影响健康就行，甚至还觉得郑立业非常诚实。相处了2个月后，文丽娜告诉父亲，自己打算嫁给郑立业。2015年5月15日，郑立业和文丽娜在文丽娜的家中举行了订婚仪式。当时郑立业准备了1万块的彩礼给了丈母娘，丈母娘接过彩礼后哭了，她舍不得女儿，她舍不得女儿。
也殷切地告诉郑丽叶一定要对自己的女儿好。2015年6月5日，郑丽叶带着文丽娜从雅加达乘坐飞机飞到了北京。当天晚上，两个新婚夫妻就直接乘坐绿皮火车，硬座坐了7个小时，回到了宁晋县。等到家里后，已经是中午12点了。这个时候，郑丽叶的父母连忙出门迎接。文丽娜很有礼貌，一开口就是“爸妈，你们好”。郑丽叶的母亲很开心，还对儿媳妇说：“你们先坐，我去给你做好吃的。”半个小时后，好吃的来了。让文丽娜诧异的是，婆婆说的好吃的原来就是一碗稀饭、2个馒头和一些小菜。文丽娜虽有失望，但因为礼貌的原因，她还是吃了。但是第一口吃下去，她就咽不下去了。虽然一整夜外加一上午都没吃东西，但那个时候文丽娜却一口都不愿吃。同样为了礼貌，她硬逼着自己吃了半碗饭。2015年8月1日，郑丽叶和文丽娜在河北农村举行了婚礼。这场跨国婚姻吸引了周围10里8乡村民的关注，大家都想来看看这个洋媳妇儿到底长什么样。文丽娜也被这样的阵势吓住了，真没想到中国的结婚习俗如此多，人也如此多。2016年3月27日，文丽娜在宁晋县妇幼医院里为郑丽叶生下了一个儿子，郑丽叶给他取名郑文俊。2017年，文丽娜又生育了一个儿子，一时之间家里花钱的地方更多了，可是钱却没有了。当时全家的劳动力就只有郑丽叶一个人，一个月最多就赚4000块钱，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差不多花完了。然而这还不算完，一场意外更是让文丽娜的家庭雪上加霜。2018年11月的一天，从事搬运工的郑丽叶在搬运货物时用力过猛，扭伤了腰部。当时她自己已经不能动了，到医院拍了片子后发现2节突出。就这样，郑丽叶一时之间居然连走都不能走，她就在床上躺了2个月。此时家里几乎没有收入了，文丽娜非常着急。2个生病的老人，2个年幼的孩子，如果再不赚钱，真怕连买米的钱都没了。2019年开春后，文丽娜不顾丈夫反对，到村子里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。这个工作是制作爬行毯的工厂。工作虽然简单，但是白班夜班2班倒，一班要干12个小时。干了1个月后，文丽娜觉得自己有些承受不住，便辞职了。辞职后，文丽娜又批发了一些衣服，开始在河北农村赶集卖衣服。但是到了冬天后，从小在印尼长大的文丽娜受不了河北户外的冬天，她没法在户外工作，所以她又找了一份打螺丝的工作。进入村子附近的工厂，在工厂里，文丽娜每天要拧无数个螺丝，有时候还要搬运一些重物。这个工厂里的女人很少，像她这么年轻的就她一个人。不过每个月能赚4000多元，文丽娜也觉得付出就有回报。到了2021年，郑丽叶身体恢复的也差不多了，她也进入工厂干起了简单的车床工。因为不能干重活，直到现在，郑丽叶的工资也只有4000块。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对于文丽娜来说很辛苦，她的手因为经常拧螺丝都错位了，并且肿得很厉害。当她到医院时，医生对她说：“你必须马上辞职，再干下去，你的手就废了。”就这样，文丽娜辞掉了工作，回到了家中，照顾2个儿子，做家务，然后全职做起了自媒体。大家好，我是文丽娜，我来自印尼的华人。我现在嫁到中国已经7年了，我婆家是农村的。我现在就是跟着我的婆婆还有我的孩子我老公生活在一块了。我老公也是一个农村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，也是给人家打工的。前2年因为腰突出也一直没有上班，今年终于好了也是已经去了工作。他现在工作是做车床工作的，每个月的收入他因为是计件工，每个月有时候低3000多，高的时候有4000多5000那样。我现在呢也没有在外面工作，我是在家里做自媒体。感觉做自媒体也挺好的。一呢我就可以照顾的老人和孩子，然后就可以在家里做一些家务活。还有呢，我可以自己解决我自己的生活费，起码不给我老公添加一些压力。因为我婆婆跟我的公公身体也不好，还有孩子小，所以我丈夫也没办法出去工作。目前我们只能这样子，他在附近工作，我做自媒体。不知道将来未来会怎么样，只要孩子还有老人健健康康的，我跟我的丈夫也高兴了。我们2口子会一直努力去把这个家照顾好。
共同把孩子抚养长大，把老人照顾得好好的，然后一起两口子奋斗努力。我相信只要肯努力，终有一天日子会一天比一天。我是南风，感谢您的观看。